国产 AI 大模型深度求索 DeepSeek 还在持续火遍全球，它就像一把利剑一样，直接刺破了美股的 AI 泡沫。1月24日，英伟达的股价直接大跌了 3.12%。这还没完，等到了周末，舆论持续发酵。1月27号下午，英伟达的股价盘前跌幅就达到了 10%。开盘之后，股价就跟坐了滑梯似的，一路往下，中途一点反弹的迹象都看不到，最终全天暴跌了 17%。然后美国东部时间2月3号，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又收跌 2.84%， 报 116.66 美元。相较于今年1月份的高点，英伟达的股价累计跌幅已经达到了 23.8%。总市值累计蒸发了8931亿美元，约合人民币 6.5 万亿。为啥 DeepSeek 能让英伟达的股价跌成这样呢？这是因为 DeepSeek 最新发布的 AI 大模型水平已经和 OpenAI 不相上下，而且 DeepSeek 用的这个芯片数量远比 OpenAI 用的少，而且它这个芯片也不是这个高端芯片，也就是说现在搞 AI 不需要买那么多英伟达的高端芯片了。对于这种高端 AI 芯片的需求数量降低，英伟达的股价也就跟着跌了。然后 DeepSeek 早在2024年12月26号，它就推出了它的这个 V3 版本的大模型。不过当时呢，这个 V3 模型对市场的这个冲击不太大。然后到了这个2025年1月20日， DeepSeek 又发布了它的 R1 大模型，而且呢，它还把这个模型的给开源了。这个模型可以说是一款重磅产品，属于那种大家用了都说好的产品。这一下 DeepSeek 在业内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不过那时候金融市场还没啥反应。到了这个1月24日，专业大模型的这个排名网站就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排名。然后 DeepSeek R1 的这个模型在这个基准测试里排到了全类别大模型的第3，然后在分隔控制类的模型分类中，它和这个 OpenAI 的 O1 并列第1。然后它的这个竞技场得分是1357分，比这个 OpenAI 的这个 O1 还高了5分。然后这些都是中国的科技巨头公司都不曾拿到过的好成绩，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冲击很大。于是这个全世界的各个大学呀、科研机构的技术人员都开始关注起来，并测试这个大模型。然后美国这个纽约时报它就报道说， DeepSeek 做的这个聊天机器人比这个谷歌、OpenAI 这些美国巨头呢更便宜，更有竞争力，用的这个高端计算芯片还少。这说明美国的这个芯片出口管制政策没啥用。然后芯片已经是卡不了外国搞 AI 的脖子了。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在1月24日就迅速大跌。然后到了这个1月27号， DeepSeek 应用在美国地区的苹果应用商店免费 APP 下载排名榜上排到了第1，直接把 ChatGPT 给超了。DeepSeek 越火，对英伟达股价就越不利，直接导致了英伟达的股价就在1月27日暴跌了 17%。在美国东部时间这个2月3号呢，英伟达的这个股价也就持续下跌，又收跌了 2.84%， 就到了 116.66 美元。然后相较于今年1月份的这个高点呢，英伟达的这个股价累计跌幅就达到了 23.8%。英伟达跌这么惨，主要还是因为 DeepSeek 研发和使用成本都太低了，普通用户日常使用，主打一切功能不要钱。然后它在这个 API 的定价上， DeepSeek 大概是 OpenAI 的1/30。
我猜测这个 DeepSeek 的研发人员平时没少在拼夕夕上买东西，这是我乱猜的啊。DeepSeek 它凭借一己之力就把美国的这个 AI 泡沫给戳破了，实现了多少国内大科技公司的梦想。美国的科技股向来市值高的离谱，科技巨头花上百亿美元囤显卡，垄断 AI 算力，让这些没钱的小科技公司都搞不成 AI。有钱的这个外国科技公司也被搞高端芯片禁止出口，导致美国的 AI 一家独大，资本就能够炒作 AI 泡沫。那为啥 DeepSeek 这样的小公司做到了刺破美国的这个 AI 股票的泡沫，而不是中国几家搞 AI 的科技巨头呢？首先，小公司它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，那些科技巨头之前已经在现有的技术和模式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，就像船大难掉头，很难一下子去尝试新的思路和方法。而 DeepSeek 它作为新的入局者，没有那么多的束缚，可以大胆的去探索低成本高效率的研发路径。其次是小公司的创新动力更强，科技巨头在市场上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，有稳定的业务和收入，创新的紧迫性它就没有那么高。而 DeepSeek 知道自己如果不创新，那就很难在市场上立足，所以会想尽办法去寻找突破点。比如买不起太多的高端芯片，就在算法优化上下功夫。DeepSeek 肯定投入了更多的精力，能用更少的芯片达到更好的效果，这在之前大的科技公司都没有做到。然后再者就是这个开源的理念让 DeepSeek 更具优势，科技巨头可能更倾向于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通过闭源来保持竞争力。但 DeepSeek 选择开源，这吸引了全球的这个开发者的参与，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开发社区。开源社区的话，开发者们可以在这个社区里分享代码，交流想法，进一步推动这个 DeepSeek 的发展。而科技巨头的闭源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保护自己的利益，但是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限制技术的发展速度。DeepSeek 它通过开源和这个低成本的优势，大大的降低了生成式 AI 的门槛，现在就是中小企业甚至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，这能极大的促进 AI 领域的创新，这才是真正的推动 AI 发展的模式。然后更让美国的这个投资人尴尬的是，一家只用550万美元训练预算的这个中国公司就能做到这个水平，而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为了训练大模型，动不动就是100亿美元的预算，这钱花的这个太多，它就不好交代，对不对？然后 DeepSeek 让这个 AI 巨头们的日子不好过了，以后买芯片做预算都得小心，你往上报预算，董事会就会给你讲中国的 AI 模型550万。美国的这个科技巨头花这个100亿美元买 AI 芯片，却没有产出太多的回报，美国的这个投资者也很着急。以前呢还能够忽悠一下 AI 成本高，搞这个就是这个样子，它烧钱。结果现在这个 DeepSeek 来打他们的脸来了， DeepSeek 一出现，他们买高端芯片投的这个钱就显得特别可笑，这也是美国 AI 股大跌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之前呢 AI 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，不光是美国，全世界的高端科技公司都是这么认为，短期内还产不下什么利润，搞的话烧钱，不搞的话你就落伍。美国的科技巨头呢，它掌握着芯片跟先机，搞高端芯片就和不要钱一样，搞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产能都跟不上。然后每个科技公司都相信大力出奇迹，只要你买钱，只要你砸钱买芯片堆算力，老特上任之后还要搞个这个星际之门项目，
基础设施就要投这个5000亿美元支持 AI 发展。然后 DeepSeek 呢，它是开源的，全世界的工程师都可以加入 DeepSeek 的开源社区。这下国内的这个大公司会不会把这个买芯片的钱省下来，抢人搞算法优化？算法优化工程师的工资要不要翻倍？有懂的兄弟们可以告诉我一下。科技巨头的这个壁垒呢，现在正在逐渐减小。公司做的再好，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顶尖技术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几家科技公司的对面，可能是几万、几十万家小的科技公司，正在高效、快速地做着研发。相对于科技巨头的臃肿和繁琐，小的科技公司更加的灵活。OpenAI 和这个 DeepSeek 都是鲜活的例子。